办公室中，索尔百无聊赖地拨弄着手中的弹力球。尽管弗朗西斯卡一再催促，大厅里的客人已经等候多时，索尔依旧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随着弹力球一不小心砸倒了背景墙上的泡沫柱子，索尔这才暂时收起了玩心。此时他的人生像极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办公室，看似繁华鼎盛，实际上却是由谎言构筑起来的泡沫。索尔缓缓穿上了昂贵的牛皮西装，又拿出镜子理了理发型，确定仪容仪表完美无缺。原来今天是他和金签署离婚协议书的日子。索尔静静地看着这份经起草的离婚协议，离婚理由一栏，他填的竟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索尔做好了心理准备，让弗朗西斯卡把金带进办公室。再次见面的两个人没有过多的寒暄，或许是不甘心，索尔向金炫耀着自己的办公室，好似在说，离开我你一定会后悔的。而金终于见到了自己曾经设想的律所，只是这一切现在都与他无关了。也许是想掩饰自己的心虚，索尔一脸轻松地问金为什么要去佛罗里达。还没等金回答，他又立刻改口说无所谓，现在两人没必要讲那么清楚。签字的过程相当顺利，两人的这次见面最终以索尔的一句祝你生活愉快落下帷幕。纵观全程，索尔表面满不在乎，金欲言又止，弗朗西斯卡则是无语凝噎。或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挣扎和不甘，金刚离开，索尔便忙不迭地招呼下一位客户进来。看过《绝命毒师》的小伙伴们想必对这张脸并不陌生，这个男人正是埃米利奥，被老白在浴缸里溶尸的那位。金走到门口，外面已是倾盆大雨，他孤寂地点了一根烟。就在这时，又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竟然是小粉走过来向金借火。显然这是一次有目的的接近。原来金曾做过基友康宝的律师，小粉是陪朋友埃米利奥来找索尔的。小粉想知道索尔是真有两把刷子，还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尽管金与索尔分道扬镳，但对于索尔的专业能力从来没有怀疑过，金很欣赏他的才能。可以说，两人这次同框的场景是风骚律师和绝命毒师真正对接的地方，金也由此成为两个宇宙的见证人。金潇洒地弹走手中的烟头，告诉小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靠谱的，随后消失在了雨夜之中。金的这句回答颇有意味，似乎含蓄地表明他认识的那个索尔已经渐渐远去了。故事线回到现在，此时距离金和索尔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6年，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金已经沦为佛罗里达中年妇女群体中的普通一员，没有了干净利落的马尾辫，取而代之的是稍显木讷的齐刘海，头发也染成了不起眼的棕色。至于曾经的一身职业装，现如今变成了牛仔裙和运动鞋。以前从不下厨，如今却开始自己动手，甚至和一个看上去毫不着调的男人交往。种种变化足以说明，过去的金早已一去不复返。就算是在家庭聚会上，金的表现也始终格格不入。和毫无激情可言的生活相比，金的工作同样乏善可陈。现在他在佛罗里达州一家洒水器公司工作，每天朝9晚5，自己开着小汽车去公司上班。停好车后，他会拿出隔热毯挡在前挡风玻璃上，以便这辆陈旧的二手轿车能多开几年。来到办公室后，他熟练地来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电脑看一眼新产品的设计图，随后便是蜘蛛纸牌摸鱼时间。在这里，他和所有的同事一样，只是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在午餐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一些社会新闻。今天他们讨论的主题是毒品，殊不知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金才是4人中对摇头丸了解最多的人。但金始终一言不发，他不愿意提起自己的过去。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他愿意平淡过完一生，但意外总是不期而至。这天，公司同事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个自称维克多·圣克莱尔的男人。听到这个名字，金平静已久的心泛起涟漪，他赶紧拉上办公室的百叶帘。他记得这是索尔无数化名中的一个，每个人都有不敢面对的过去，金也不例外。犹豫再三后，他还是鼓足勇气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索尔一方面想向金报平安，另一方面也想极力修补两人的关系，哪怕金怎么骂他都行。可是金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始料未及。金对索尔说，你应该自首。此话一出，索尔瞬间暴躁。这6年他过的可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居然让我去自首。
于是索尔才会在上一集当中情绪失控，砸了倒霉的电话亭。至于索尔口中的艰难岁月，应该就是和小粉老白合作那段时间。不过绝命毒师中发生的故事，金是一无所知的。他仅仅用一句话就让索尔彻底破防，他歇斯底里的开口反击：既然你对霍华德的死耿耿于怀，为什么你不去自首？对此金表现得很克制，他没有反驳索尔的无能指控，只留下一句：我很高兴你还活着，便挂断电话。但他的内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今天是公司接线员的生日，同事们准备了蛋糕，邀请金一起参加生日派对。金跟着同事们走了出去，把自己隐藏在人群当中，红着眼圈唱完了一首生日快乐歌。很显然，这首歌不是唱给同事的，而是远在天边的索尔。次日，他来到车站，此行的目的地是金本不愿意去的地方——阿尔伯克基。他不想再逃避下去，决定自首。熟悉的停车场，收费亭里却空空荡荡，昔日轮岗的门卫大爷早已不知影踪。法院中，年轻忙碌的身影和当年的金如出一辙，一切好像都没变，一切又好像都变了。金交代了有关霍华德的一切，当初他和索尔提供伪证，才让警方误以为霍华德是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而死的。之后，金将自述信交到霍华德妻子雪柔的手中，她这才明白丈夫的真正死因。霍华德之所以被谋杀，只因为他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迟来的道歉比草还贱。如今，雪柔只想知道金会不会受到法律审判。金告诉他，这完全取决于地检。但是案件已经过去6年，霍华德的尸体也很难找到，再加上证人只有索尔一个，因此地检很难起诉。值得一提的是，金在提到索尔时，额外说了一句：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这说明金并没有出卖索尔的意思。听到这儿，雪柔说要提起民事诉讼，对此金坦然接受。既然选择了自首，那就要做好接受一切的准备。然而金的表现却让雪柔疑惑不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面对质疑，金沉默不语。前往机场的公交车上，尽管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金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今天的眼泪他憋了6年，这一刻我们很难描绘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有懊悔，有伤痛，也有释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金的扮演者雷亚塞洪最精彩的表演。短短的几十秒钟，金的情绪就如同大雨一样倾泻而下。时间线回到数月后的雷马哈。深夜，索尔闯入癌症患者林克家中，此时林克正躺在地板上陷入昏睡。索尔拍下照片，熟练地完成了数据抄家。有意思的是，投资账户上竟然有73万7千美元，正好是刚开始制冰时老白心心念念的数字。2部神剧在这里又一次梦幻联动。此时杰夫已经开车等在门口，但索尔却迟迟没有出来。原来索尔完活后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拿起雪茄和几块名表。既然是破窗而入，那干脆再顺手牵羊，让人误以为是入室抢劫。没想到的是，原本昏睡的癌症患者林克突然醒来。此刻他坐在楼梯上看着手机，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离开。见状，被困在2楼的索尔拿起了桌子上的宠物狗骨灰罐，准备砸晕林克，抓紧跑路。就在他悄悄逼近时，林克竟再次陷入昏睡，索尔瞬间松了一口气。就在他绕过林克开门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杰夫出租车的后面居然停着一辆警车。不管是做贼心虚还是其他原因，索尔认为这时候出门肯定会引起警察的怀疑，于是他又悄悄退了回去。另一边，心理素质极差的杰夫早已经等得满头大汗，在他眼里，2个正在吃汉堡的警察其实早就盯上了自己，于是越想越慌张，干脆一脚油门踩到底，没想到径直撞上停在路上的另一辆车。得，现在的交通事故摆在眼前，2个刚要划划水吃口晚餐的警察被迫上岗，来了一波史上最快的出警。不过这次车祸也成功为索尔创造了离开的机会。索尔好不容易返回家中，很快就接到杰夫从警局打来的电话。林克发现家中财物丢失后报了警。案发当晚，杰夫曾开车在附近出现，自然而然他成了头号嫌疑人。索尔安慰杰夫不要慌张，警方手里并没有实质性证据，不能把你怎么样。索尔甚至拍胸脯表示会和玛丽安一起想办法把你捞出来。紧接着，索尔便电话联系了玛丽安，儿子闯祸被警察请去喝茶。玛丽安一听，情绪很激动。为了安慰老太太，索尔当场给她普及法律常识。他说，雷马哈的保释流程和阿尔布开克截然不同，这边不需要担保人专业的法律知识。
玛丽安听了一头雾水，但她很精明，转念一想，儿子出了事，为什么第一个联系的人不是自己，而是索尔？想到这儿，玛丽安拿出儿子给她的笔记本，开始上网查询资料。眼前看到的一幕似乎让玛丽安不敢相信。就在这时，索尔走进屋中，玛丽安慌张地合上电脑，然而里面发出的声响还是引起了索尔的注意。台词、音乐都是索尔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不就是索尔·古德曼的经典款电视广告吗？玛丽安告诉他，我只是输入了诈骗大师和阿尔伯克基结果，就出现了这则广告。不管怎样，逃犯索尔的马甲这回算是掉了个精光。起初索尔还想辩解，但有图有真相，实在很难强行洗白。况且在阿尔伯克基，有谁不知道风骚律师索尔？得知索尔的真实身份，玛丽安试图报警，却被索尔扯掉了电话线。他拿着电话线将玛丽安逼至角落。如果你以为索尔要痛下杀手，那就大错特错。索尔并不是要暴力犯罪，相反，他此刻的内心慌张不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让玛丽安打消报警的念头。玛丽安掏出了放在身上的便携紧急电话，其实索尔这时候完全可以将电话夺走，可是他没有，只因玛丽安说了一句：“我那么信任你。”最后，玛丽安报警成功，没办法，索尔只能落荒而逃。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对玛丽安的心软，让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善良的吉米。按照惯例，每一集 BCS 倒数第2集都相当精彩，加上这集导演是毒师宇宙的开创者之一，所以一开始大家就期待值拉满。事实证明确实不负所望，但和激动人心不同，看完这一集给人的感觉还是挺复杂的。还剩最后一集，本季即将迎来终结，真心希望索尔能有一个和老牌不同的结局。据说导演曾经透露不是悲剧收尾，但从本集的故事发展来看，还是让人难以琢磨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